你们这帮丫头就别死撑了，别以为不说出生死符解药的所在，我们便舍不得痛下杀手，更别指望童老还能回来救你们。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李秋水，跪下！童老大卸八块，抛尸山谷，我随便捡了一块，你们看看是真还是假？ 是生死符！生死符发作了！哎呀！怎么办？这个是生死符，生死符催命来的。 哥哥，你先静一静，别慌，我替你点穴道，咱们再想法医治，行不行？哥，王姑娘，你精通天下武学，可有法子救他一救吗？这人如此发了狂乱状，又没有使出什么武功招数，我即便想救也没有办法。童老已死，只要你们将生死符的解药交出来，你们放心，谁也不会为难你们的。 不是我不肯说，实在是谁也不知道啊！尊主行事向来隐秘，怎么会让我们这些奴婢看见？我看你们是找死啊！你们这些臭丫头，我打死你这狗丫头！是谁？谁坏爷爷好事？宋球，童老，啊，童老，童老在哪儿？童老来了，童老还活着，在哪儿呢？宗主，表哥，童老在哪儿？宗主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 这个人是谁呀？我怎么定住了？就是发生什么？对呀，他们把这些人都给定住了。快去接引八部姐妹们过来，和他们决一死战。是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多亏救了，把他们给救了啊！哥，你没事了。 弟弟，弟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谁把你打成这个模样？你告诉哥哥，哥哥替你报仇雪恨。没事，你好了就行了。小和尚，童老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 好了，啊，童老前辈并没有被大卸八块。啊，我现在也不是小和尚了。你是谁呀？哎，吴老大，这童老到底死没死啊？各位，在下名叫虚竹，童老他老人家。 确实是已经仙逝了。我知道，大家都是他从前的部下，跟他有一些恩怨，但是人已经先去了，不在了。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去瞻仰一下童老前辈的遗容，然后在他的灵前给他叩一个头，然后种种恩怨咱们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臭小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胆敢要咱们！ 在这老贼婆的面前磕头，老贼婆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死在他师妹李秋水手里？童老前辈，他确实是死于李秋水前辈手下。
想他童老前辈生前武功盖世，也难逃这化为黄土的命运。小和尚，童老临死的时候，你是否在他身边呢？在啊，这几个月我都在他的身边。那破解生死符的宝诀呢？宝诀啊？吴先生，哎，你干嘛？痒，我的画画上有什么画？这不是王姑娘吗？带着画是个姑娘。王姑娘，谁呀？这一个小和尚，对，带着姑娘的画。表妹。对呀。小和尚，童老临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？你要知道他说什么干嘛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就说他说了什么。好，童老他在临死前，但是不是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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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没了啊，没了。还说什么不是他？童老死的时候到底还说了什么？这老贼婆！老前辈，我可警告你，童老他老人家已经仙逝，你对他要尊重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！不客气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云刀主的厉害。拉好了。是卓不凡，卓不凡来了！卓不凡来了！卓不凡啊！小兄弟，童老在临死之时，除了说不是他，和哈哈大笑3声之外，还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梦中的姑娘，想见不想见？我心无挂念，便可指点你去寻那梦中姑娘的图景。”小兄弟，童老到底对你说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姓卓的非但不会为难你，还有大大的好处给你。卓先生，不能说，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你说的。为什么不能说？卓先辈，这句话只和我一个人有关系，和你们诸位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们。手周公剑乃是福建建阳一字会剑门的绝技。这位卓老先生，想必是一字会剑门的高手齐素。姑娘好眼力，居然认得出老朽的剑招与门派。小兄弟，你将童老的遗言告诉我一个人，我这几招剑法便传了给你。卓不凡，
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独吞生死符的命运，挟持我等？就是，小子，童老到底给你留了什么遗言？你老实的告诉我。如若不然，让我们这些人把你乱刀分尸了，那滋味可就不好受了。小兄弟，你莫怕，童老的遗言，你只需要跟我一个人说。倘若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我这剑法便不能传你。哎，卓老前辈，这句话我真的不能跟你们说。你们就算打死我，我也说不了这句话。另外，卓老前辈，您的剑法真的是卓越超群的，但是在下不想学。好小子有骨气，他的剑法学了没什么用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各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本是少林寺的弟子，我不能学他派武功的，我已经学了2门了，我就更不能学别人的武功。你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兄弟，你的心事我全明白。不劳前辈，我自己来。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嘛。只可惜有人从中作梗。你要想称心如意，却也不易。这样吧，由老夫一力主持，将这位姑娘配了给你做妻房。今晚便在这灵鹫宫中洞房。王姑娘小心！段公子。段公子，段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段公子，王姑娘，我要死了！祝你和慕容公子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不，公子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会没事的。你为了我，王姑娘，你是为了我在流泪吗？王姑娘，我段誉此生能得如此，就算再让他扎我几十剑、几百剑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段公子，段公子，段公子，别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，你死不了啊！王姑娘，你也不用太过伤心，段公子这伤3、4天就能好了。你说真的吗？他死不了，3、4天就好了，连药都不用敷。臭小子，你找死！太厉害了！是，连楚不凡都打不过，就是楚不凡都败，可不是吗？山不可测，非凡呐！深藏不露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卧虎藏龙的，就是太弱了，连楚不凡都打不过，就是。
人与童老关系匪浅，断不可让他逃了。大家先一起上，将人擒住，再做打算。好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干什么？ 糟了糟了，出手出重了！哎呀！老前辈，不好意思啊，把剑还给您。我卓不凡终日打鹰，不想今日被鹰啄瞎了眼。小兄弟，果然身手不凡。 老前辈，佩服，佩服。后会有期。站住！灵鹫宫是什么地方？容得你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吗？童姥姥坐下4侍婢参见虚竹先生，侍婢迎接来迟，还请主人恕罪。快免礼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不敢。谢主人。主人，婢子4姐妹一胎孪生，童姥姥给婢子取名为梅剑，这3位分别是蓝剑、竹剑。 菊剑，适才遇到各部姐妹，得知诸般情况，现下婢子已将大门关上，这些大胆作反的奴才该如何处置？还请主人发落。生死符！生死符！是啊，生死符又发作了！救命啊！这可怎么办呢？难受啊！你看看。 生死符又来了！哎，他给逼出来了！没事吧？我好了，没事了。文公在上，哈大坝这条命是您老人家给的，此后但有所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快请起，快请起！多谢公。公，帮我们吧！我们也是啊！
人小心。各位，听我说，我会治生死符，只要你们告诉我种在哪个穴位上，告诉我，我会一一为你们诊治的，好吗？好，求求！各位，哎，大伙儿听我说，各位安静！你们这边嚷嚷，虚竹先生不知道怎么开始啊！对，虚竹先生，啊，来这儿说，来。各位，在下不才，承蒙童老前辈传授了这破解生死符的法门，只要是知道种在哪个穴位上的，我都能一一诊治。这不知道种在哪个穴位上的话，在下辨认穴位的方法还是尚为肤浅的。但是，只要你们不着急，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方法，直到给你们治好为止。快去帮忙！你们几个快点！表哥，我看虚竹先生有些忙不过来，要不我们去帮个忙吧？事已至此，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告辞便是。表哥，这里交给你们。是。慕容公子，慕容公子，请留步。慕容公子，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走呢？不如留在这里吃个便饭再走吧。哼，假惺惺。四弟，在下得罪了缥缈峰，好生汗颜，承兄台不加怪罪，以领盛情，何敢再行打扰？不打扰的。慕容公子，您英雄盖世，文武双全，在下实在是仰慕的紧。只想留您在这里，只想向慕容公子请教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样想的。还是段公子会说话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小师傅，你留英雄是假，你留美人是真吧？啊？你随身私藏着王姑娘的画像，你现在又把我们留在这儿，你把我们姑苏慕容家当白痴啊！先生误会了，那张画像不是王姑娘的，只是像王姑娘而已。她还像李秋水前辈呢。算了吧。包三哥无需多言了，我们走。表妹，走吧。段公子，谢谢。王姑娘，罢了，王姑娘眼中原本就也只有她表哥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是向她道一声珍重罢了。姥姥，您就这么走了？可是您没有告诉我孟姑在哪儿啊！我现在真的挺想她的。
仁兄啊，你我二人同病相怜，这铭心刻骨的相思，却何以自遣？段施主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。仁兄，你武功盖世，可这情之一物，不论文才武艺，若是无缘，却是如何也行不通的。佛祖曾经说过，万法皆由缘生，一切都是只讲缘分的。可是缘分是只能可遇而不可求的呀！一别之后，这茫茫人海，我该如何去寻找它呢？青云，诸法皆因缘生，诸法皆因缘灭。要想不陷入苦闷，只能得失随缘。得失随缘。是啊，得失随缘，心无增减。可是我等凡夫俗子，却又如何能修炼到这种地步呢？早就一颗心跟着他转，却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我。段施主，来。段施主，你苦恼的是他喜不喜欢你。我连他姓甚名谁，身在何处都不知道。佛祖在上，我们这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呢？师兄，你与他有没有缘我不知道，但是这天下之大，你我二人屡屡相遇，在无锡城外竹林中是如此，在雷鼓山聋哑先生处也是如此，在这缥缈峰灵鹫宫也是如此。现如今，你我二人又在这同一级石阶上，同样的长吁短叹，为情所困。这不是缘分是什么？是不是该值得拂衣大白？正当如此。干！干！痛快！佛祖曾经说过，众生芸芸，知己难求。今日我虚竹得益于知己，心中一语，竟消散不少。虚竹先生，你我二人心意相通，倒不如就此结拜为兄弟。乔峰，乔大哥是我的结拜兄长，他是真英雄大豪杰，武功9亮，无双无对。只可惜他不在此处。要不然，你我三人便可结拜为兄弟，共进这义气之欢，实是平生之快事啊！段施主要和我结拜，这是看得起我。那我们先结拜，等他日寻到乔大哥，我们再补拜一次，如何？妙极妙极！虚竹兄长，受小弟一拜。三弟，快请起！三弟，二哥。你我共同拜这天地如何？好。主人醒了，漱漱口。谢谢。多谢。段公子呢？主人昨晚喝多了，段公子已下山去了。临去时，命弟子禀告主人，说待灵鹫宫中诸事定当之后，请主人赴中原相会。他走了，我还有好多事要请教他呢。
姐姐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要起床穿衣服了。主人，咱姐妹2人服侍主人更衣。哇！我自己来。我的僧袍去哪里了？主人昨晚喝醉了，咱姐妹4人服侍主人洗澡更衣，主人都不知道吗？洗澡、更衣。你们4个。主人有什么不对吗？哎呀，我是个男的，你们是女的，你们怎么可以昨天晚上把我给洗了呢？咱4姐妹是主人的侍女，便为主人粉身碎骨都是应当的。您要有什么要求，您尽管。出去！你们出去吧！哎呀，衣服我自己穿就可以了，不用你们。你们赶紧出去！以后我的房间你们还是不要来的好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们出去吧，出去！你们怎么哭了？主人要我们出去，不让我们服侍，定是讨厌了我们。你们不要伤心了，是我不好，我这人嘴笨，以后2位姐姐有什么事要做的话，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这样也好做个准备。主人莫怪，灵鹫宫中向无男人居住，但主人便是主人，哪有什么男女之别？快，给主人洗漱更衣吧。是。主人这边请。几位姐姐，还有很多岛主和洞主的生死符没有拔除呢。我已经让他们安排好了顺序，在厅上等候，只等主人用完早饭，便替他们医治。那我看这生死符，一饭挺厉害的。我反正现在也不饿，我们就现在去吧。是。该我了。谢尊主救命之恩。主人，各位，抱歉，虚竹天性努钝，对于这拔除之法掌握的还不是熟练。这样下去的话，一上午只治得了4个人，大家免不了还要多受一些痛苦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不是4个人？主人，灵鹫宫后殿有姥姥留下的石壁图像，据说和生死符有关。
你何不前去一观呢？那麻烦姐姐带路了。是。主人请进，这便是实事了。哦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进来啊？主人，婢子们不能入内。为什么？这是本宫重地，婢子们不能擅入。哎，没关系，一起进来吧。主人，姥姥先去前曾说，倘若我们几个能忠心服侍，又用心练功，那么等我们到40岁的时候，便允许我们到这石室里观一日，参研石壁上的武功。现下就算主人恩重，不废除姥姥当日的许诺，那也得20几年后的事了。20几年？那个时候你们不都已经老了吗？哪还有精力去练武啊？哎，进来吧，一起练。好了，我说让你们进来就进来。谢主人恩典。主人，这些图像好像是按顺序排列而成的。主人，按顺序，我们应当先看甲一之图。哎，这不是天山折眉手吗？这是天山六阳掌。哎，去西夏的路上，姥姥传给我的那些口诀，正好和这些图形相对应啊。那些下面的功夫，想必……你们怎么了？多谢主人替弟子们疗伤。四位姐姐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多谢主人。四位姐姐，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们忽然之间晕厥过去了呢？主人，婢子们功力低微，不能练这些武功。啊？当年姥姥要求我们40岁以后，才能每年到这石室中来看图一日。原来真是大有深意。这些石壁上的武功太过深厚了，弟子们真气不足，一照练习，便即刻进入了经脉岔道。幸好主人及时相救，要不然我们恐怕是会永远瘫痪了。姥姥对我们期许甚切，
盼望我们姐妹到40岁后便能习着上乘武功。可婢子们资质庸劣，怕是再练20年，也不敢进这石室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你们进来的。主人何出此言？那是主人的恩德，是婢子们自不量力。主人功力深厚，练就这些高深武学却是大大有益的。姥姥就常常在这石室中经月不出，就是为了揣测这些石壁上的图谱。四位姐姐，我刚刚练的这上面的功夫，现在精神勃勃，内力充沛，我想多练一会儿。那你们就先回去休息休息，说不定我还能多替几个人拔出生死符呢。谢主人体贴。去吧去吧。参见尊主。大家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谢尊主。大家身上的生死符已经拔除殆尽，不会再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。谢尊主为我等解除生死符，大恩大德，如同再造。只是我们叨扰多日，尊主也需要休息，我们这便下山。日后尊主有何吩咐，我们随叫随到。随叫随到，随叫随到，好，随叫随到，随叫随到。好，我们他日再见。告辞。我也想下山了。主人是有什么事要办吗？属下派人去就行。你们有所不知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是寺中的师傅们把我抚养长大的。此次我佛门无戒尽毁，如果我不回少林寺领罚的话，也未免太过忘恩负义了。我一定要回到少林寺，如实的把情况跟方丈和师傅们说清楚，然后甘心领罚。可是主人，于婆婆，我自此不在灵鹫宫中，宫中的大小事务还劳烦你和众姐妹们一同商议才是。辛苦了。是。主人，既然你想下山，那我们姐妹几个一同陪同您下山好了，这样我们也好服侍您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我是回寺中领罚的，身边再有婢女，这叫什么事吗？多谢几位姐姐的关心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大家就送到这儿吧。主人，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我要先把我的情况告知方丈和师傅，才能知道。各位，告辞了。恭送主人。主人不在。这段时间，大家务必小心谨慎，替主人守好灵鹫宫。是。
我们跟上他吧。可主人不是不让我们随侍吗？主人武功虽高，但生性老实憨厚，保不齐受人欺负。我们悄悄跟着，不让他发现就好了。对，没错，走吧，跟上他，走。一别数月，我却干了许多违反清规戒律之事，也不知道方丈和师父是否能见恕，许我再入佛门。怎么？你沾了荤腥了吗？是，而且不止沾了荤腥。你喝了酒了吗？师父在上，弟子所犯戒律，还有更胜于这些戒律的。跪下！你小小年纪，胆大妄为，你敢犯那么多戒律？今天我要是不揍你一顿，难消我心中的恶气。你不疼吗？师兄，既然是责罚，不该手下留情。师兄，请尽全力。师兄打得好，师兄打得对。师兄，师兄稍作休息，再做责罚。起来，我罚死你！我小僧犯戒众多，理应受到重罚才是。对，重罚！我罚你每天挑100担粪水给我浇菜，少挑1担，我用这个鞭子，我用硬扁担，我打断你的腿，我好，快去呀！哦。这一世人，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？终身一情，山口海阔，一切皆有所得。前尘事多，竟然浓墨，等它干涸再着色。繁星劫，春千秋万壑，皆与泪滂沱。人生若有你多，这生死又如何？何惧让我却化作强河？言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夜波。人生若有你多，其富贵又如何？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？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何？今生若有你多，其富贵又如何？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？言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夜波。今生若有你多，其富贵又如何？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？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。
用点劲儿。你看这路烂成这样，你也不会搞一下。哎呦，师兄，师兄，哟，怎么还带着呀？来，师兄，这不是本寺的规矩吗？你这说解就解，哼，哪那么多话？那师兄，我来，我来。师兄，喝水。多谢师兄。这两日多有得罪啊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好不好？师兄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还是不原谅我？你不原谅我？师兄，这又是何意啊？不是，我要保住我的眼珠子，除非你亲口答应原谅我。师兄，你这说的又是哪里话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挖你的眼珠子呀。你没说过，他们说过呀。他们说你只要不亲口说饶恕我，就把我的眼珠子给挖了，把眼珠子给挖了。师兄，好，师兄，我原谅你。真的啊，师兄，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啊。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师兄，你别这样。方丈急中鸣重，必是庙里出了什么大事了。师兄啊，我可以去看看吗？可以，快。师傅，不是让你在菜园子领法吗？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师傅，我在菜园子听到敲钟的声音，所以我就跟方丈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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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丈，站好，站好，来，站这儿。
这位是五台山清凉寺方丈神山上人。这位大师是来自我佛天竺上国，法名哲罗星。还有河南开封府大相国寺观心大师，江南普渡寺道清大师，长安净营寺荣智大师。大家参见了。几位大师今日同时降临，实是我寺荣光。审判大师开坛说法，弘扬佛意，何寺众生同受教义。不敢当，少林庄严宝刹，小僧心仪已久，几十年前便来投拜求戒，却被拒之门外。小僧当年来宝刹求戒，固然是仰慕少林寺数百年植武林牛耳，武学渊源。更要紧的是，天下传言少林寺戒律精严，处事平正，岂知天下尽有名不副实之事啊！早知如此，小僧当年不会有少林之行啊！师兄，何出此言？少林寺一非官府，二非道寨，何以擅自扣押外人，不许离去？请问方丈，少林寺犯下这等残凶霸道的行径，还能称得上佛门善地4个字吗？上人指摘敝寺强凶霸道，这未免严重了。这位哲罗星师兄的师弟波罗星大师，可是给贵寺扣押在内。7年前，天竺高僧波罗星师兄光降敝寺，何寺僧众皆大欢喜，恭敬接待。波罗星师兄称，天竺国外道盛行，佛经大半散失。方丈师兄当即陪同他前赴藏经楼。本寺的玄残师弟奉方丈师兄之命，督率僧众帮统抄经，岂知竟然发现这位波罗星师兄每晚深夜悄悄潜入藏经楼密阁中，偷阅本寺的武功秘籍。这些秘籍与佛法全无干系。本寺数百年的规矩是，秘籍不能泄示于外人。玄残师弟与他交手下，竟然察觉他不光偷阅武功秘籍，而已然练成了少林72绝技中的3项武功。我少林派武功虽然平平无奇，但列祖列宗的规矩是，非本派弟子不传，因此只能请他常驻本寺，受佛法熏陶。一来盼他能开悟正道，二来也免去了种种后患。几年来，敝寺对这位波罗星师兄是好生供养，除了请他不必离寺之外，从未失过恭敬之意。武功高下，全凭个人修为，拳经剑谱之类实属次要。要是有哪一位英雄好汉能到我清凉寺中盗走了敝寺的拳经剑谱，老衲除了自认无能，无话可说。好，人家瞧一瞧你的拳经剑谱、武学法门，还能将人家关上一辈子啊！这简直岂有此理吧！倘若这些武功典籍平平无奇，公诸于世，又有何碍？但敝寺的拳法剑经内容精微，武林中素有钦仰。倘若如果有外人把它盗去，公诸于外，辗转落入那些狂妄自大、心胸狭隘之辈手中，那将是祸害无穷，绝非是武林之福啊！哲罗星万里东来，难道方丈连他和师兄弟相会也是不许吗？今时二位步步紧逼，老衲若不肯让波罗星师兄出现，好像是少林寺理亏了。有请波罗星师兄。有请波罗星师兄，有请波罗星师兄。
师弟。少林寺方丈说假话，波罗星根本没有偷武功书，他只看了佛家书。波罗星师兄，你若撒谎，就不怕堕阿鼻地狱吗？我绝不撒谎。我少林派的大金刚拳法，你偷看过没有？没有，我只借看了部《金刚经》。我少林派的般若掌法，你偷看过没有？没有，我只借看了《小品般若经》。那么我少林派的摩诃指诀，难道你也没有偷看过吗？那日我玄残师弟遇到你的时候，你不正是偷了这个指诀，从藏经阁溜出来吗？小僧只借过一部《摩诃僧之律》。小僧无礼，恕罪责个，还请几位师兄主持公道。适才波罗星所使的3招，第1招似乎是般若掌法中的天衣无缝，第2招似乎是摩诃指中的以逸待劳，第3招是大金刚拳的七星聚会。正是。中土佛门果然受惠于天竺佛国不浅啊！当年达摩祖师携天竺武技东来，传入少林，东西为一，万法同源，可以说是武学中的无分别境界了。本寺的佛法与武功都传自达摩祖师，一点不假。但这般若掌法，乃是本寺第8代方丈圆圆大师所创。摩诃指诀是一位在本寺挂单40余年的七指头陀所创，而这大金刚掌法，则是本寺第11代通字辈6位高僧，穷36年之功，共同研究而成。你说般若掌、摩诃指、大金刚拳都是传自天竺，那自是精熟无比，此事真假极易明白。小僧要领教大师这3门武功的高招。小僧所使招数绝不出这3门武功之外，大师下手指点时，也请以这3门武功为限。天竺武功，小僧虽略知大要，但不能每一样都精通。据闻少林寺有72门绝技，敢问师兄是否每一样都精通呢？倘若小僧请师兄施展72门绝技中的3项，师兄是否能展示得出呢？天竺大德，中土高僧相聚少林寺讲论武功，实乃盛事。小僧能否有缘做个不速之客，在旁恭听双方的高见？是谁？谁在说话？既是佛门同道，便请光临吧。
小僧鸠摩智拜见少林寺方丈。谁呀？阿弥陀佛，原来是吐蕃国师到了。敝寺今日正有一事难以分剖，便请国师主持公道，代为分辨是非。国师，方丈要小僧来主持公道，万万不敢。不过，刚才我在山门之外，听到哲罗星大师和玄残大师对武学的争论，小僧倒是觉得你们二位所说的都有不对之处。敬请国师指点开示。哲罗星师兄，你刚才说少林寺的72绝学，似乎没有人可以门门精通，此话差矣。而师兄，你刚才说的摩诃指、般若掌和大金刚拳，乃是贵寺的秘不外传的绝学，除了少林寺嫡传弟子之外，外人不可能知晓。这句话也不对。据国师所言，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必派72门绝技。不错。敢问这位大英雄是谁？英雄嘛，倒是愧不敢当啊。便是国师。正是。这怎么可能一个人就可以解答？一个人，谢谢吧。国师并非我少林派中人，然则摩诃指、般若掌、大金刚拳等几项功夫，却也精通吗？那就请诸位大师多多指点。拳的洛中东应，般若掌中的摄伏外道，还有摩诃指中的三入地狱，这国师神技，令小僧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老衲数十年苦学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般若星师兄，少林寺潜水难养蛟龙，伏伯之地留不住侠客，你请自便吧。且慢，照方丈所言，少林寺的72绝学，并非是少林寺原创，那这个“绝”字就该改一改了吧？但是师父，这鸠摩智他武功是高，但是他用的不是我们少林寺的武功。瞎说！方丈都没有异议，你如何敢说这样的话？鸠摩智国师连使的3门绝技，你连学都没有学过，又怎知他不是我少林武功？愚蠢，愚蠢！师父，是真的，他用的武功虽然是，但是我们少林寺的招式，但他的内功别说了。怕了，方丈师兄，你不如依小僧所言，今日就将这少林寺散了吧。国师已占上风，请本寺方丈也允许天竺番僧自行离去，
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，不留丝毫余地？小僧我独自一人来到中土，就想见识一下少林寺的风范。今日见了诸位大师的言谈，见了大师们的举止，还不如南疆大理国的天龙寺。小僧我也是大大的失望啊！大理天龙寺枯荣大师和本因方丈佛法渊深，凡我世弟子无不敬仰。出家人早已断了争强斗胜之念。国师说我少林不及天龙，岂足介意？早就听闻玄度大师的拈花指练得出神入化，若今日能够得见，那也是三生有幸了。谭师傅，谭师傅，谭师傅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？谭师伯，把这个吃掉。谭师伯，千万不要运功，这样伤口会流血的。国师的拈花指如此了得，老衲拜服。谭师伯，这个人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也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虚竹，别瞎说。你说小僧我用的这拈花指不是佛门武功，那你把少林寺的绝学置于何处呢？我太师伯用的就是拈花指，是我们佛门正宗的武学，而你用的不是拈花指，用的也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你承认啊？你用的不是。你少林寺武功明明打不过人家，那就甘拜下风，找什么借口啊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没有找借口，他用的不是拈花指。师傅，他用的真的不是拈花指，他用的不是佛门。既然打不过人家，也就回来吧。对呀，这位师傅，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，他用。之下，他还在狡辩，打不过人家。对呀，哎呀，回来吧，啊，师傅，也就回来吧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？对呀，方丈，师傅。他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谭师伯，他真的用的不是佛门的武功，不是佛门武功啊！谭师伯，你们听我说，他真的用的不是少林的武功啊！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他真的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不是少林武功。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真的不是少林武功。回来吧，回来啊！说了就说了，对呀。小和尚，功夫不错呀。那你再看看我这招般若掌，是不是你们少林的武功？
不是少林寺的武功吧？小和尚使的不是佛门功夫啊！对呀，我到你们少林寺了，就是想领教你们少林寺的功夫，还有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来和我对招。阿弥陀佛，国师误会了，小僧天资愚钝，入寺后只学了韦陀掌、罗汉拳这种入门级的武功，小僧万万如何，不敢和国师比武，小僧冒昧了。哼，你倒还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不敌就退下吧。是。虚竹，方丈师父，你是本寺第3代传人，国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逢，你便以少林寺罗汉拳与韦陀掌的功夫，请国师指点几招吧。方丈怎么让他去啊？他是那个想怎么会让他去？你怎么让他去？什么都没用，手里的变化，行吗？是。阿弥陀佛。虚竹会不会被打死啊？看吧。阿弥陀佛。小和尚，这下服了吧？施主，你没事吧？施主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施主，难道是北冥神功护体？持他此拳并无大碍。受我一拳就无事。随行退。这是多罗之法。燃木刀法，好快！千手如来掌，真是厉害呀！此人自称一身兼通本派72门绝技，莫非大言虚语？虚竹仅需一招黑虎掏心就能应付自如，甚是难得呀！罗汉堂的菠萝蜜手，大水杯手，
阴陀罗爪。少林武学果然浩瀚如烟，高深精妙。主人，小心！修炼山呢？是。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呀？不知道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怎么这身打扮？主人，是他主人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主人？对呀，主人。少林寺不光以众欺寡，而且还暗藏春色。春色？啊？哪来的春色？居然是这种人！是啊。哎呀，这就是该呀，罪过之呢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列位师兄，还是先请示斋饭吧，再做论处。少林寺除玄字辈众位师兄弟外，其余众生各回僧房。虚竹、慧伦，你们留下。4位女施主也稍作等待。是。吁！来者何人？姑苏慕容复。啊，原来是慕容公子。我乃丐帮弟子，本帮帮主庄聚贤，为使中原武林上下归心，不日将亲往少林，与玄慈方丈争夺武林盟主之位，特邀各位英雄、各位豪杰前往一同见证。告辞。这。这个庄聚贤好大的口气啊！看样子这个姓庄的武功了得，才敢叫板玄慈方丈。不过丐帮内讧，他不忙着收服帮众，反倒去招惹少林寺，未免太不明智。非也，非也。那易大彪不是说姓庄的是个傀儡吗？帮内事务全由全冠清掌控，想来他资历太浅，难以服众。全冠清才想出这样的办法，让他以展扬名，替他立威。三弟说的有道理，公子爷，现在该作何打算？本来就要去丐帮交还榜文，不如先去一趟少林，看看这姓庄的到底什么来路。原来如此，若非你有此番奇遇，又怎能敌得过吐蕃国师的神通武艺？方丈师父，弟子无名障重，尘垢不除，一遇外魔便把持不住，接连犯了婚戒、杀戒、酒戒、淫戒。弟子还背弃本门，学练旁门外道武功。招致4位姑娘来我少林寺，
回我少林寺清誉。弟子罪大恶极，罚不胜罚，但是弟子还是想请我佛慈悲，方丈慈悲。各位师兄师弟，虚竹有此番遭遇，委实大异寻常。事关少林寺千百年的清誉，老衲一人不便擅自做主，邀请众位共同斟酌。启禀方丈，虚竹过失虽大，但功劳却也不小。若不是他出手镇住那番僧，本寺在武林中哪里还有立足之地？那番僧故意败坏我少林声誉，这等奇耻大辱，全仗虚竹一人挽救。依小僧之见，命他忏悔前非，抵消罪业，然后在达摩院中精研武技，此后不得出寺，不得过问外物，也就是了。以他武功造诣，这达摩院也是去得，但他所学乃旁门武功，少林寺达摩院能否容下这旁门高手？玄才师弟可曾细想过此节啊？以师兄之见，那便如何？虚竹有功有过，有功当奖，有过当罚。那4位姑娘来到本寺乔装为僧，并非虚竹授意。咱们坦诚向鸠摩智及神山诸位说明真相，他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们无愧于心，更不必理会旁人妄加猜测。但虚竹他背弃本门，另学旁门武功，这少林寺只怕是再也容不了他。虚竹仗着自己的武功连犯诸般戒律，本应废去他的武功，逐出山门，怎奈他之前的武功早已为人化去，现在的武功并非出自本门，咱们无权废去。方丈师父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、师伯、师叔、师父，弟子恳请你们慈悲开恩，给虚竹一条重新改过之路吧。不管什么惩罚，弟子都甘心领受的。只求师兄诸位不要将虚竹赶出寺去。弟子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！求你们了！虚竹，方丈，且听老僧一言。眼前还有6件大事尚未妥善解决，若现在将虚竹逐出寺去，那可难了。师弟所说的6件大事，第1件是鸠摩智未退，其2是波罗星偷盗本寺的武经，那第3件乃是丐帮新任帮主庄聚贤欲为武林盟主。师弟，那其余的3件何止？悬悲、悬难、悬苦3位师弟的性命，阿弥陀佛。老衲只为本寺方丈，于此6件大事，无1件能善为料理，为师汗颜。可虚竹身上的功夫全是逍遥派的武学，难道我少林寺的大事还要靠别的门派料理不成？以方丈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我辈皆承前辈衣钵，今日遭逢极大难关。以老衲之见，当依正道行事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倘若大家齐心尽力，得保少林清誉，那实乃我佛慈悲。若魔盛道衰，老衲与各位师兄师弟以命护寺，以身护教。
这也问心无愧。少林寺千百年，造福天下不浅，善缘深厚。相信，即使只是一时受挫，也不至于落得一败涂地、永无复兴之日。方丈高见，愿遵法旨。玄气师弟，明日一早，你来执行本司戒律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是。玄参师弟，烦请你通知吐蕃国师与众位高僧，明日请他们到演武阁来，做个见证。是。虚竹，今日你大大有功，但当下还是要以本司的清誉为重。请方丈师父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放心，明日我绝不让外人看到我有为所乞怜之相，让他们外人看不起我佛门弟子。当真如此，该帮新任帮主亲自下书，要与少林寺一决高下，选出中原武林盟主。此事已惊动大半个中原武林，新秀白丁春秋、姑苏慕容复也已前往。阿紫呢？我们的人确认过了，阿紫姑娘确与丐帮的人在一起，他们扣住了阿紫姑娘，难说不是为了引大王出面。若是对方早有准备，咱们的人手不够，恐怕难有胜算。既然来了中原，免不了要见见老朋友。燕云18骑听令，即刻前往少林，救出阿紫。是。吐蕃国师，列位师兄师弟，少林寺虚字辈弟子虚竹，身犯杀戒、淫戒、酒戒、荤戒4大戒律，私学旁门别派武功，擅自出任帮派掌门人。少林寺戒律院首作玄记，便依律惩处，不得宽待。虚竹，方丈所指罪业，你都承认吗？弟子承认，弟子罪孽深重，没有什么想辩解的，弟子甘愿受罚。虚竹，擅犯杀、淫、荤、酒4大戒律，罚你当众重打100棍，你心服吗？弟子心服。你未得掌门方丈及授业师傅许可，擅学旁门武功，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，从今而后不再为少林派弟子，你心服吗？弟子心服，太师叔慈悲。可惜，可惜。你既为逍遥派掌门人，为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，便当出教还俗，不得再为佛家弟子，从今而后也不再为少林派僧侣了。如此处置，你心服吗？少林寺方丈大师已赐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，诸位师伯、师叔、师父，你们个个对弟子恩重如山，弟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弟子不孝。
有负诸位教诲。弟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方丈师兄，玄寂师兄，依小僧所见，小佛兄迷途知返，大有悔改之意，何不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呢？师兄指点的是，但佛门广大，天下何处不可容身？虚竹，罚你破门出界，绝非对你心存恶念，断你皈依我佛之路。天下庄严宝刹，何止千万？你若有心皈依三宝之念，盼你另投明寺，发弘誓愿，清净身心，以早正正觉。就算不再出家为僧，也要勤修6度万行，一般也可证道，为大菩萨成佛。方丈师父教诲，虚竹终生不忘。慧伦，弟子在。你身为虚竹业师，平日惰于教诲，以致今日之祸，罚你受杖30棍，入戒律院面壁忏悔3年，你可心服啊？弟子心服。但是不，弟子想替师父受这30杖责。既是如此，虚竹共受杖责130棍，掌刑弟子取棍伺候。是。